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开箱与以往的有所不同，因为这是我自己购入的，这就是来自 Acouston 的 ACT77。ACT77 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够算是一款完整的耳机，因为等一下打开之后，内部只有线材以及耳机单元这两个部分，而缺少了耳机外壳。您需要自己手头已经有一对耳机外壳，才可以使用这一对单元。您的外壳可以是 ST2000，也可以是 HS2000系列，或者说最新的 HS3000都是可以的。在开箱之前，简单介绍一下 ACT77 的一些技术理念。首先，作为 Acouston 的玩家，我们知道 HS2000 与 HS3000 标配的 ACT 技术，也就是 Acouston Capsule Technology， 这是一个可更换模块理念。截止到目前为止市面上应该依然是只有 Acouston 在践行这个理念，并且源源不断的在推出新的单元。最新的就是 ACT08嘛，也就是 HS3000里面所采用的那一颗。如果说我们数一下的话，会发现 Acouston 自己做的单元已经有9个了，也就是 ACT01到08，然后再加上一个 ACT47，这边一共是9个单元。而除了这9个 Acouston 自己品牌的单元以外，还有3个与其他品牌联名的，分别是与 Colania 联名的 ACT410，ACT410 配备的是动铁发声单元。接下来是 ACT63，配备的是平板加动铁的混合结构。然后第3款就是今天咱们开箱的 ACT77， 这是一款动圈单元，10.2毫米的一个直径，随着不同品牌的加入，才能够丰富 ACT 单元的阵容，自然也就带来了更多的可玩性，也最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用家的一个可选范围。所以截止目前 ACT 系列单元一共是有12颗单元之多，并且假以时日，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单元诞生，这方面我们抱以期待就可以了。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开。这款单元是与国内的一个品牌 CF Audio 联合打造的。关于这个品牌，我没有查到太多的信息啊。不过据说 CF Audio 在行业之内是做上游供应链这一块的，设计师对于声音有一套独特的理解，所以一拍即合 ，Acouston 就与 CF Audio 进行了一个联合创作，也就是这里的 CF Audio。然后下面有一行字是 Master of Sound 的 ACT77。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包装，会发现与之前的这个包装大小差异很大。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盒子，如果说您之前入手过 Acouston 的单元的话，想必对于这个包装还留有印象。里面是一个小的铝合金便携箱，我们俗称叫做军火箱。而这一次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比之前大了很多，这也就意味着里面的盒子是不一样的。接下来咱们打开看一下。对，这个盒子的话，其实是 HS1697那个年代的盒子了。好，这里打开就是单元本体了。哇，这有点简陋嘛，大家可以看到。而且这个放在里面，感觉是不是会上下晃动，对吧？这个包装里面上下都没有做填充，但是前面也没有晃，我看一下。哦，大概率是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填充设计，这样盖住。对，这里面是不会晃的。所以虽然这个观感看起来略显简陋吧，但是保护性方面做的还不错，并且这一次还标配了一条4.4的线材。在之前Acouston单独售卖的单元里面，只有 ACT410是有标配线材的，其他的单元都没有，哪怕更贵的 ACT47与 ACT63都没有标配线材，只有 ACT410与 ACT77这2个单元有标配线材。PE 接口配合4.4平衡的一个插头，这个咱们就先放一边。这个手感还可以，摸着的这个柔软度还有光泽度，感觉都还不错。考虑到 ACT77的一个售价是5699人民币嘛，而且还送一根线，所以这次在性价比方面，我认为还是挺高的。接下来就是单元了，还是感觉有点不修边幅，对吧？这个裁切的这个毛边，好，这里咱们就收起来了，不去管它了。首先在聊起 ACT77之前
我们先回顾一下之前的单元，也就是01到08以及410和63。首先，这其中有几个单元是作为标配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结合耳机来看吧。这其中是01对应 HS2000一代，然后05对应 HS2000 MK2，ACT47 对应 HS2000 MK3，ACT08 对应 HS3000。那这些单元之间有什么共通性呢？没错，打着 Acouston 标的01到08再到47这9个单元，全部无一例外都是动圈单元，并且全部都是10毫米。区别在于振膜、磁路、后腔以及外壳这么几个组成部分。但是如果说您听过这一系列单元的话，您就会发现，哪怕这9个单元都是动圈，并且这9个单元都是同一个品牌生产的，但是依然出现了9种截然不同的音色取向。比如说01，您现在拿来听听小提琴，或者说钢琴啊、独奏啊、轻音乐啊这些，还是非常好听的一个单元，尤其适合您一个人晚上独处的时候，想喝点茶啊、写点字啊之类的，那么01单元就非常的合适了。然后02的话反而不太合适这种场景，因为02更多的是在往流行方向靠拢，醇厚的人声、强劲的低频以及浑然一体的声音自然性，都是02单元身上的优秀特质。所以02单元到现在为止，我依然认为是一颗非常非常优秀的单元。如果说您是一个资深的动圈爱好者的话，那么02单元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接下来是05单元，05单元作为 HS2000 MK2 标配的一颗单元。您如果说拿来听一些富有节奏感、富有律动、声音速度快、鼓点密集的音乐的话，那么05单元是非常适合的。在 ACT05 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极端，一种将音乐的张力、音乐的动态都给拉满了一种极端。所以如果说您喜欢动态足够强，能够让人很快的融入到音乐当中的话，那么 ACT05 我认为是最合适的一颗单元了。接下来是 HS2000 MK3 的 ACT47， 没有 ACT05 那么的张扬，也没有 ACT02 那么的醇厚，但是 ACT47 也就是 HS2000 MK3， 我认为更多的是一个集大成者，同时在声场以及素质方面都比之前的单元有了一个跨越式的进步。而在今年年初发布的 HS3000， 我也是在上市之后第一时间购入了 HS3000， 我认为是在 HS2000 MK3 的基础上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尤其是在声音的鲜活度与层次感上，对比 HS2000 MK3， 我认为是有一个段位上的提升了，并且在低频的质感方面也比之前扎得更深，量感更为丰富。在维持了这种优秀的低频水准基础之上，低频的泛音依然得到了很好的保留，所以 HS3000 就是我目前心目当中的动圈number one了。说了这么多，大家会发现前面说了这么多单元，有相对全面的，有人声饱满的，也有节奏感强的，还有 ACT03 这种听爵士的， ACT04 这种相对平衡的， ACT06 相对适合听电子的，等等这一系列风格。虽然已经有了这么多的选择，但是依然缺少了一种，那就是演绎 ACG 类型的音乐。好在随着 ACT77 的到来，这缺失的一块拼图总算是被拼上了。其实听 ACG 音乐对于器材的要求不低的，因为听 ACG 音乐要满足几个特定的要素。第一个就是速度感要快，耳机本身千万不能够是慢节奏，否则的话节奏感就会被拖慢了，听起来也多多少少显得有一些拖泥带水。第二点是声音的通透度，因为 ACG 音乐大家知道大量的使用的电子合成器嘛，所以一旦出现人声与器乐前后连置的情况，那么这对于我们的聆听体验就不是一个好消息了。一个好的听 ACG 类型的耳机，必须要能够做到人声是人声，器乐是器乐，这两者互不干扰，但是又要融为一体，是在保证了三频通透的基础之上，完成了器乐与人声的各自表达。第三点，这里咱们用一个比较老套的词啊，叫做亮而不刺，就是 ACG 音乐其实对于高音是有着严格要求的。如果说一个耳机的高音延展不漂亮，极高频打不开的话，那么表达 ACG 音乐也就无从谈起了。同时在这个基础上面，高音如果说还能保持很高但是又不刺激的这么一个表达方式，那么就非常的完美了。简单来说就是听女生的时候没什么齿音，所以亮而不刺就是 ACG 音乐的第三个必备要素。除了以上3点以外，声音的节奏感、层次与通透度以及亮而不刺这3个要素，还有第四点。第四点可能有点悬啊，但是第四点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适合听 ACG 类型的耳机，一定在音色当中蕴含着一种青春活泼的气息。聆听具备这种音色的耳机，会感觉到有一股生机，有一股活力蕴含在耳机当中。这种声音不追求3频的密度，也不追求中频人声的厚度，反而更注重3频的活性与亮丽度的表达。就像刚刚说的 ACT01到08各自所擅长的音乐类型或者说等级高低有所不同，但是这其中没有一个单元是有针对 ACG 类型的音乐做单独强化的，而 ACT77 就同时具备了这4个要素。
所以我可以说 ACT77 先天的就是有针对 ACG 音乐做特别的调整，也可以说是 ACG 特调。同时，擅长表达 ACG 类型音乐的耳机，我认为在表达女声方面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就是说，听起来会更加的甜了，更擅长于表达女声所独有的特质。这就像咱们处理照片，给照片添加了一层滤镜一般。虽然这种表达方式毫无疑问是有染色的，但是这个染色我认为做得不错。如果说您手头持有 HS2000 系列的耳机，或者说 HS3000 的话，这个单元我认为是不容错过的。因为咱们耳机发烧友有个特点，这里可能会有点刺耳但是我相信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这一点都是成立的。就是一个耳机永远是买到手的时候最好听的，在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过个半年或者说1年，就想着去换个耳机了。这里其实不是为了换耳机而换耳机，而更多的是在追求新鲜的音色。所以如果说您之前一直是 HS2000 系列用户的话，之前的单元可能听了1年左右，感觉到有那么一点点的乏味了。虽然依然是好听的存在，但是想体验一下新鲜的音色，那这个时候 ACT77 我认为就是非常合适的了。您只需要购买这一对单元，装上耳机就可以了。整个的操作时间在1分钟之内是可以完成的。1分钟之后，您就获得了一副全新的耳机，并且这个音色不会让您感觉到陌生，因为这依然是动圈单元，只是另外一种调音风格。前面咱们说，如果您是 Acouston 系列的老玩家的话，那么听到 ACT77 您不会感觉到陌生，而是一种熟悉的感觉。因为几个联名的单元也就是410和63嘛，这2款单元都没有采用 Acouston 引以为傲的动圈技术，而是一个动铁，一个平板加动铁。而这一次 ACT77 是一个动圈的结构，10.2毫米的直径配合特殊金属镀膜的一个振膜，让 ACT77 成为了3个联名款当中唯一一个动圈结构的单元。所以如果说您之前是 HS2000、HS3000 的老玩家，听惯了动圈的声音的话，那么听 ACT77 您绝对不会感到陌生。除了都是动圈以外，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您听 ACT77 您会感觉到 ACT77 与 Acouston 之前的动圈单元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调音理念或者说音色方面做了一些变化。Acouston 赖以成名的调音理念，也就是速度感快、中低频丰富、高音比较敞亮的特点，在 ACT77 上面也得以继承。所以如果说我们从音色角度出发的话，ACT77 非常像是 Acouston 自行研发的单元，所以咱们这里大胆的猜测一下 ，CF6 大概率是提供了一个调音的方向或者说思路，但是具体的研发、设计、生产以及最终落实，这些大概率都是 Acouston 来完成的。所以 ACT77 与 Acouston 之间的血脉联系，我认为要比 ACT410与 ACT63 都要来得更加的紧密。接下来就更换单元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过程。我这里是一个 HS3000，这是我自己用的，我就徒手拆了拆卸下来之后，左对左，右对右就可以了。好，装上耳套，接上线就完成了。然后另外一边咱们重复一下刚刚的过程就可以了，整个过程是不超过1分钟的。所以可更换单元的这个理念，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绝对是丰富了我们玩家的一个选择。在我看来 ，ACT77 更像是 Acouston 对于自家 ACT 阵容的一次补全，让 Acouston 的耳机在表达女声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水准。那说了这么多好的，有哪些地方是不足的呢？其实就售价而言，也就是5000多元的一个售价，再结合这个音质，我认为在声音方面是挑不出什么槽点的了。但是有一点，我认为依然需要大家去注意，那就是您如果说购买的这个单元的话，您必须要有一个壳子，可以是 HS2000 系列，也可以是 HS3000，但是无论如何，您一定需要一个耳机外壳，否则的话是出不了声的，因为都没办法安装嘛。所以就这点来说，无疑是提高了新玩家想接触 ACT77 的一个门槛。但是如果说对于老玩家而言，那就没有这个压力了，因为老玩家的话，手头肯定是有起码一对外壳的。所以耳机外壳这方面，如果您是新玩家的话，一定要注意，因为 ACT77 的一个零售价是5000多嘛，同时因为 Acouston 没有单独外壳的售卖选项，所以您必须要购买一整副耳机才可以安装 ACT77 这个单元。那这个里面目前能选择的价位适中的，那就是 HS2000 MK2 了，售价大概是在1万元左右。那么这一套的话，大概就是15000多。
也就是 HS2000MKR 标配 ACT05，再加上单独购买的 ACT77，这么一套是15000多。但是这15000多，您可以收获到2种不同的声音。所以如果说您想体验一下 ACT77的话，我可能会更多的推荐您入手 HS2000MKR 或者说 HS2000MK3 这2款去与 ACT77进行一个组合，而不是 HS3000，因为 HS3000的售价有点高了嘛。但是这里有一个注意点，那就是如果说您像我一样已经持有 HS3000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反过来去购买 ACT77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偶尔玩一下，去尝试一下新鲜的音色，不同的音乐体验。这里咱们打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如果市面上的耳机都是不可更换镜头的相机的话，那么配备了 ACT 技术的 Acoustics 耳机则更像是微单，镜头和机身是可以进行拆解分离的。相机的机身就是耳机的腔体，而镜头就是 ACT 系列的单元了。我最近在看一个镜头，就是索尼的那个2070，这款镜头有几个显著的特点，比如在全画幅当中拥有相对轻巧的重量，还有镜头的长度也控制得非常合理。在功能性方面也配备了起焦功能以及呼吸补偿等等，5、6千块钱的一个价格就可以买到一颗全幅的广角变焦镜头。那么这种5、6千元的镜头，我们该如何去配置机身？我认为有一个 HM3 或者说 A7R3、A7R4 这个价位的机身就已经足够了，完全没有必要为了一个5、6千块钱的镜头去配置最新的 A7R6，对吧？否则的话就有一点本末倒置了。而如果说反过来，您已经有 A7R6 了，同时您还持有2470，毫无疑问2470G f2.8C 可旗舰镜头，画质、锐度、功能等等各方面几乎跳不出槽点。但是2470的重量、2470的价格，以及20多万的广角，在有些场景下显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够用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2070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而这也正是 ACT77的价值所在。这一点可能有点啰嗦啊，大家见谅，因为 Acoustics 的这个家族啊，确实是有一点绕，单元、外壳、线材，还有一些单元是不做单独售卖，以及外壳不做单独售卖，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跟大家说的清楚一些。如果说您有不明白的地方啊，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我们看到之后会给您回复的。使用门槛是第一个障碍，还有第二个，这是在音色层面的了。就像咱们刚刚说的 ，ACT77是一款专门为 ACG 音乐所打造的单元。那么这种音色自然是有对立面了，那就是如果说您喜欢听港台老歌、听摇滚或者西海岸说唱此类音乐的话，那么 ACT77我认为这时候就不是特别的适合了，因为 ACT77是针对女生所进行的特别强化，所以在低音的亮感以及中频的厚度方面，就不是 ACT77所擅长的表达方向了。好了，那关于 ACT77的分享咱们就做到这了。这款单元接下来就会在咱们原生态的上海门店以及广州门店提供一个出样了。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不妨到门店来实际的试一下，看看 ACT77的这个女生表现到底有多强悍，以及是否真的如我所说有针对 ACG 音乐有做单独的强化。好了，本期开箱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开箱再见。